好局啊，怎么局里局气的呀？这两个人，啊，美女和美女贴贴，我喜欢。变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这不马上就要进入2.5了嘛，很多小伙伴又开始犯迷糊了。3个漂亮姐姐，我到底应该抽谁啊？抽我，来抽我，用你的小皮鞭肆意的抽打我吧！对。那么本期视频 UP 我就来客观的给大家说一下2.5的角色抽取优先级，好帮助大家来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。先来看雷神，毫无疑问的 T0级角色。虽然黑榜的数据并不够准确啊，但是它也确实可以反映出来一个角色的大致强度，还是很有参考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本期深渊里面，雷神的登场率仅次于6星火神，即使没有命座，靠着辅助角色的加持以及配对之间的化学反应，也可以打出不俗的伤害。而且重点是配对成本较低，雷神国家队如日中天，拥有着傲视群雄的31%出场率，只需要一个5星角色雷神就彻底的盘活了国家队体系，而且短时间内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针对到他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队伍可供选择，成本都不是很高，最多2个5星角色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雷9万班，以及之后的雷9 8班，或者你5星多，你也可以雷9 8万，反正怎么玩都行。它的配对上面是很灵活的，就算你不拿它打输出，挂雷打反应或者给全队抽能，也都是挺好用的。综合下来，抽取优先级排在3个角色的第1名。配对灵活，成本较低，进可打输出，退可做辅助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抽取的好角色。再来看星海啊，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这个角色，为什么不喜欢呢？没伤害呀，也没增伤呀，就一个小号芭芭拉嘛。你们就看伤害啊，你们就好好的看伤害。脱手水辅的含金量，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呀？星海这个角色说起来也挺神奇的，论挂水率它不如行秋，论奶量它不如77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做到极致的角色，却成为了永动流里面的中流砥柱。目前来看，短时间内星海仍然是最适合神里的水辅，没有之一，冻结效果最好的辅助，并且相比较行修来说，可以一个位置同时解决挂水和奶妈2个问题，这样你就可以省出来一个位置多带一个增伤角色了。别再说什么小芭芭拉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尬黑呢。你看芭芭拉在哪儿呢？你再看看星海在哪儿呢？人家6命芭芭拉都不带，带着个星海玩，你以为人家是傻子吗？对吧？就算将来有一天永动流被针对了，你相信我，就星海这个脱手水奶的定位，一定还会有其他就业方向的。他可能强不到哪儿去，但是也一定弱不到哪儿去。但是这个角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也就是永动流对他的需求会比较高，其他的队伍有没有他都无所谓。没有他奶妈你可以带秦呀，带77呀，缺挂水了你也可以带行秋呀。对于其他配对就属于是可抽可不抽的东西了。所以综上所述呢，由于必要性不高和配对上的限制，抽取优先级排在第2。不玩永动的话，那么这个角色确实没有抽的必要啊。最后我们来看8重神子，这个角色就只有一个作用，脱手 C， 血统极其纯正的脱手 C， 反正目前看来是没有必要站场的。那这其实就挺好的呀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现在基本上都是一驻场带3挂件的组合，驻场带多了没有用，你前台就只能上一个，其他的都在后台发呆。那么在目前这种游戏环境下，作为一个脱手 C 诞生的8重，它就是很值得抽取的，提升每秒上万的 DPS， 不要白不要呀，这只要抽出来就是妥妥的提升啊。但是这个角色的问题和星海是一样的，目前看来它基本上是绑定雷神的。然而雷神的各个队伍体系其实已经成熟了，不管是雷神国家队还是雷9万班还是雷优罗班，你把其中一个角色换掉，换成8重，它到底有多大提升呢？这个提升又值不值得一个金光呢？对吧？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。所以说对于养老期的老玩家来说呢，如果你的雷神体系已经成熟，已经培养完毕了，其实是没有必要再去折腾的。只是说对于还在培养期的小伙伴来说，如果你的队伍还没有成型，那么先抽一个8重神子绝对是只赚不亏的，毕竟脱手 C 的含金量懂的都懂，好吧？综合下来，由于配对上的限制，抽取优先级和星海并列第2，区别是在于两者的受限情况不一样，一个受限于永动，一个受限于雷神。OK， 那么2.5的3个角色抽取优先级就是这样了。总结下来呢，就是没有雷神的先抽雷神，有雷神的看你玩不玩永动，玩的话就星海，不玩你就抽8重。因为雷神的配对太多样化了，8重并不是必须的那一个，即使没有它，你也照样可以配出来一个像样的队伍。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的账号情况呢都不一样，希望大家都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再结合视频里面的内容，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角色。求求你了，我亲爱的大帅哥大美女们，给孩子一个关注3连吧！如此英俊帅气、倾国倾城的你，怎么会吝啬一个小小的3连呢？求求你了，可怜可怜孩子吧！